辉哥，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有点怀疑语文书上的儒家文化了，有些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听了你的一些理论，我终于懂了。我跟你说，咱们这片土地有辉煌史，但是也是一部灾难史。你看长城，看兵马俑，你除了自豪，有没有一丝想到过当年修长城的时候，建兵马俑的时候，得有多少人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耗死在这个地方？所谓的泱泱华夏是谁的华夏？所谓的繁荣盛世是谁的盛世？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他们在史书上留下的名字，但一个个的普通老百姓是什么样的？岁饥人相食，几个字有多少凄惨的故事啊？就这么短短几个字，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地狱啊？除了你刚刚说的儒家，他们这个大家族不经过任何的冲击，谁上台他为谁站台，为谁背书。就像当年说的，待我入关，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就是只要我打到关内去，这些儒家的都会替我来说我得天下是多么的理所应当，老天授意我得到了这个权利，我才是真正的天子，就是待我入关，自有大儒替我辩经。所以历朝历代只有他们这一个家族，除了他这一个家族不受冲击，继续就是换一个主人，他就给这个主人当狗，再换一个主人就给新的主人当狗，他一窝又一窝的小狗保护的挺好，其他的都是猪羊，说杀就杀，说吃肉就吃肉，连皇帝都不容易。朱元璋够牛逼的了吧？当了大明的开国皇帝，他小的时候他全家都是被饿死，他几岁的时候家里人全部都饿死，他爷爷他爹他娘，他要饭当和尚，最后元末的时候农民起义，他慢慢的当了小首领小将领，慢慢打下了大明的天下。他自己从小受了各种各样的苦，他就不想让他的子孙再受苦，所以他所有的子孙都封王，都给封地，都不用劳动。但是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姓朱的全杀。朱元璋有一个子孙叫福王，被李自成抓住之后做了一道汤，知道叫什么汤吗？就是把浑身的毛发上面的下面的剃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开膛破肚和一头鹿一起煮的，叫福禄汤。煮完之后奖励将士。如果朱元璋活着，或者朱元璋在天之灵看到自己的子孙几十万的朱家的子孙全部被李自成屠光，他作何感想？他会不会想着宁愿当年不做这个皇帝？所以说你仔细看看哈，全是灾难史。怎么才能跳出这个轮环啊？就是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去，要依法治国，要有监督，要有制约，要重视私人产权，就是我的破房子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所有的这些东西要进入每个人的骨髓里面，要每个人开始重视权利义务，知道什么是契约精神、公民意识，然后才有希望让人人摆脱这种轮回。不然你当了皇帝又怎样？